1972年的一天，山西泾阳县高庄镇郎家沟村民在修建水渠时，意外挖出一具佩戴铁质刑具的人类遗骸。山西省文物管理部门接到通知后，立马派出考古学家前去实地勘察。经考察证实，其为公元前188年到公元前141年西汉汉景帝刘启墓地。没错，就是臣乃中山靖王之爹，汉昭烈帝刘备之高祖父。受限于技术和资金等方面原因，当时采取了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的政策，仅进行了局部视掘。直到1990年，绵阳国际机场高速公路施工至杨凌区域时，因施工需求，考古队奉命对陵园展开系统勘探和发掘。沉寂2000多年的泥土一点点剥去，覆盖的秘密暴露在20世纪的阳光里。出土的一件件无物，永恒凝固了文景之治的温煦光芒。其中不得不说的就是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——茶叶。汉景帝杨陵外葬坑出土的碳化物质，经检验认定为茶叶，当时被吉尼斯认证为世界最古老茶叶，将人类饮茶实物证据锁定至2150年前。当今3大饮品之一茶的故乡，毋庸置疑是我们中国。茶叶的发展如微观中国史，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开始，走过宫廷与庙堂，走入文人的笔墨，也走进庶民的日常。它从中国出发，穿越欧亚，连接起了东方哲学与西方浪漫。这棵神秘的东方树叶是怎么发挥这种力量？欢迎走进今天的节目《饮茶思源》。神农尝百草，日遇72毒，得荼而解之。荼就是我们所说的茶，这是《神农本草经》当中对茶的描述，也是关于茶叶起源最早的记载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起源于神农氏，代代口耳相传，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。茶最早的价值为解毒，被视为神农氏发现的重要药材。茶之得名，最早见于号称辞书之祖的《尔雅》卷9释目第14甲苦荼，其中荼即指茶的古称。晋人郭璞在《尔雅注》中对甲字进一步解释道：树小如稚子，冬生叶可煮作羹饮，近乎早采者为荼，晚取者为茗或喘。华严国志内容覆盖远古至公元347年的西南地区历史、地理和民族文化，其中明确提到周武王伐纣时巴蜀一带进贡的物品包括茶、蜜、灵龟、巨蜥等，这被视作茶作为贡品的最早文字记录。约公元前4世纪，由稷下学宫学者整合史料、民间传说汇编而成的《晏子春秋》记述，应向齐景公时，食脱素之饭，至3邑，无卵名菜而已。晏婴任齐景公相国期间，日常饮食仅为粗粮、烤制的禽鸟、禽蛋及名菜。剧中名菜是指茶叶、葱姜、陈皮、猪羽等加水煎煮成名粥，或不加水做成凉菜。晏婴成了第一个记载的吃茶人，既是贡品，也是贵族饮食组成部分。对茶叶需求的提升，种茶技术应运而生。吴立珍，中国乃至世界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人工种植茶树者，西汉盐道人，现四川省雅安名山区，号甘露道人，道家学派人物。吴立珍父亲早逝，家境贫寒，母亲积劳成疾，他每天便带上工具上山割草拾柴，换米糊口，为母亲治病。一天，吴立珍拾好柴，由于忘带了水壶，口干舌燥的他顺手揪起了一把叶子，放在口中慢慢咀嚼，口渴见止，神清气爽，瞬间脉动回来。于是又摘了些带回家中，用开水冲泡，让老母喝下，效果出奇的好，连续服用，身体康复，吃嘛嘛香。后来乡亲们病了，他就用同样的配方，加量不加价，给别人泡了喝，疗效显著。但很快发现羊毛已经跟不上薅了，那时他产生了培育茶树的念头。他翻山越岭捡茶籽，保存茶籽，寻找合适土地。吴立珍这种敢为天下先的行动，经历无数艰难困苦，经过多次失败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蒙顶五峰之间，今黄茶园和菱角湾一带的一块凹土上种下7株茶树。清代《名山县志》记载，这7株茶树2000年不枯不长，其茶叶细而长，味甘而清，色黄而碧，浊杯中香云蒙覆其上，凝结不散。这7株茶树被后人称作仙茶，而它被称作种茶始祖。它能吃还能喝，治病又提神，
从野生到人工种植量产，至此已经具备了商品的属性。首个茶叶交易实证出自西汉王宝所著的《同约》，《同约》是一份主仆间劳动契约，约600字，详细列出了100余项任务，其中5羊买茶，说明当时已有茶叶交易；烹茶禁具，可见当时饮茶已具仪式感。此时文人饮茶风气初起，清淡饮茶成为风雅之事。近代名士陆纳有人来访，因家贫，唯有清茶可待，流传下以茶代酒的典故。以上从吃茶到饮茶，是人们对茶初阶段的认识和对待。直到公元733年，茶终于等来了命中之人陆羽，这位被遗弃于静陵西湖石桥下的婴儿。他孑然一身而来，无儿无女，飘忽而去。他的存在如流星般划过盛唐的天空，似乎就是为了留下那一部叫《茶经》的作品。《茶经》共3卷10章，不过7000字，让茶从自身的药物属性中脱离出来，也从其他植物中脱离出来，从字形到读音规范了茶的称谓。人在草木间，一个形音义兼具的茶，从此自立于天地。茶道，一种烹茶饮茶的生活艺术，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，一种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，就此成形。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茶经开篇就把茶作为主体，从茶的起源、茶树种类、产地分布、制茶的工具、制茶的工艺流程、煮茶饮茶的器具、煮茶的水质选择和火候讲究、饮茶的方式和礼节，与茶相关的历史典故与传说，各地茶叶产区品质排名，不足之处补充说明，所提茶具与茶事图解，系统地总结了茶叶发展、生产、加工、品饮等方面，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、最完整、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，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。它实用于哲理并存，建立系统化标准，它是茶道精神的起点，更是奠定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。唐朝《封氏文鉴记》中就有这样的记载：茶道大兴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。陆羽也在中华文化中称祖丰盛，曰茶圣。今天先讲到这里，下期节目接着讲述茶叶怎么发挥其政治属性，如何以茶治边，茶马古道的前因后果，茶叶如何走向世界，引发战争等。谢谢。